你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听见未婚妻的心声。当众人都以为这位天之娇女一夜之间根基尽毁，成为废人时，唯有你知道这是她重生归来，自己主动散去了修为，为的就是能在这一世成就一代女帝。而且你还听到了自己家族很快就会被大能覆灭的结局，最终只有你自己一人活下来，但也落了个根基被毁、终身残疾的下场。可这些真相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们都还以为林家天骄既然已经成为废人，那他林疏影自然是配不上你这陈家少主。甚至在族中大长老得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就带上了你来到林家。大长老表面是到林家嘘寒问暖、关心晚辈，实际上若探出林疏影的虚实后，他大长老怕是立马就会跟林家退婚。就在刚刚探查完林疏影伤势的大长老眉头紧锁，直言林小有这般古怪的病症，老朽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这一身修行根基算是彻底毁了，根本寻不到半点修复的契机。看样子就连陈伯伯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听闻此言，林疏影原本苍白的面色更显惨淡，开口时连嗓音都透着几分掩饰不住的虚弱感。若非你能清清楚楚听见他心底的真实动静，怕是真要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表象给骗了。恰在此时，他的心声悠悠传来：哼，你这老头连人王境的门槛都没摸到，哪里懂得本座为了正道大帝所施展的逆天手段。耳畔响起这句心声，你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死死抱紧这位未婚妻的大腿。毕竟你要明白，自家大长老在这偌大的东周地界，怎么说也是排得上号的顶尖强者，可在那位心中竟变得如此不值一提。对于穿越至今不过2天半，且迟迟未能觉醒系统的你而言，眼前这位绝对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靠山。大长老虽是对着林疏影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可言语间却已然夹杂着些许难以察觉的怒火。林小友这就安心静养一段时日吧，至于婚嫁毕竟是终身大事，瞧瞧你如今这般身体状况，恐怕还得从长计议才是。这后半截话还没落地，你便猛地冲上前去截断话头，高声说道：恐怕这婚事越早操办越好，免得夜长梦多生出什么变故来。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顷刻间都愣在了原地，满脸错愕。林家上下更是惊得合不拢嘴，这陈家大张旗鼓登门，居然不是为了退婚，这怎么想都不合常理啊！大长老整个人更是猛地找不着北，心中暗骂这混账小子，定是被那林疏影的皮囊给迷得神魂颠倒，简直是太没出息了啊！想到此处，他扭头朝你瞪来，眼神里尽是失望，那目光中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恼火。如此关乎家族颜面的大事，怎能这般当成儿戏来胡闹？咱们明明是来退婚的，哪里是让你来求亲的？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当然不是贪图林疏影的美色。虽说她确实生得倾国倾城，可重中之重在于你方才听到的心声，那可是预示着陈家即将在不久后覆灭的惨剧。既然这偷听心声的能力显然存在着距离限制，无论如何也得先把林疏影给拐回陈府才行，好让你再多探听些关于家族覆灭的具体缘由，先设法度过眼下这头一遭生死危机。于是你转头望向了林疏影，在下不知为何竟对林姑娘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不知姑娘能否赏个脸面，容在下邀林姑娘一同游山玩水，去好好领略一番这东海郡的大好风光。听到这话，林疏影心头不禁泛起阵阵疑惑，眼前这位长相清秀的少年郎究竟是怎么回事？回想前世，自己似乎确实未曾好好去了解过他，兴许他真与那些俗人不同，看中的并非是天赋与皮囊，不知怎地，林疏影竟对你生出了些许好感。毕竟重活一世，这还是头一遭碰上心思如此单纯的少年，心底忽然对你多了几分欣赏。但我未来注定是要登临帝位，前世那无数绝世天骄我都不曾正眼瞧过，如今又怎会真的委身下嫁与你成婚呢？这句心底话再次清晰地钻进你的耳朵，你心中暗自腹诽：我是穿越者，你是重生者，咱俩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差。可嘴上还是接着说道：纵使林小姐瞧不上在下，能有一段结伴同游的时光也是极好的。听到这儿，大长老气得简直想冲上来给你2个大嘴巴子。你好歹也是陈家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人物，这般低声下气的表现简直是把陈家的脸都丢尽了。林疏影闻言却是微微一怔，觉得这少年明明资质不凡，却这般知书达理，毫无半点狂妄之气，若是换作旁人家的一众少年天骄，怕是早就眼高于顶不可一世了。看来前世自己还真没用心了解过这位家族最终走向破灭的少年郎。既然如此，与他结伴同游倒也未尝不可。况且那陈家似乎藏着连顶尖大能都觊觎不已的秘宝，如今顺水推舟去一趟陈家，倒也不算是一件坏事。林疏影的这番心声再次给你透露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讯息，原来陈家竟有连大能强者都垂涎的东西，莫非这就是导致家族覆灭的罪魁祸首？已将此事暗暗记在心头。此刻除了林家那帮人还在发懵之外，大长老已经强行将心头的怒火给压了下去。他已然打定主意，回去就把火全撒在你爹身上。毕竟俗话说得好，子不教父之过，老夫收拾不了亲孙子，难道还收拾不了亲生儿子不成？此时林疏影经过一番思量，也欣然应下了你的邀约，直言既然陈公子盛情难却，那小女子我也就却之不恭了。大长老见状震怒不已，身下座椅的扶手被外泄的气息瞬间震成了齑粉，你只能暗暗为你爹捏了一把冷汗。不过转念一想，自己这般行事全是为了拯救陈家于水火，想来老爹定能体谅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虽然摸不透你们陈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林家家主脸上依旧堆满了笑容，称赞道：贤侄当真是好雅兴。我这个做长辈的自然也不能太过小气，既然你们要游山玩水，那我便赠送一匹千里宝骏。想当年这宝驹跟随我征战10年，日行10万里也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多谢林叔叔美意，事不宜迟，不如我们今日便即刻启程。一边说着，你也完全顾不上大长老会有什么意见，便直接喊道：那大长老我们就先行一步，您老留在这慢慢聊。其实什么时候出发对于林疏影而言都无所谓，他双亲早就不在人世，在修为散尽的这段灰暗日子里，他早已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对这个家族已无半点归属感。他觉得能早一日随你离开倒也是桩好事。如今就连曾经的那几个姐妹都敢骑到我头上撒野，而我修为想要恢复还差得太远，眼下有陈军挡在前面倒也方便一些。
此时他心生想起，此番外出游玩不知归期几何，还是先随你回家一趟，也好同令尊令堂知会一声。你闻言便对林疏影说道：“其实你心底盘算的是想提前给老爹通个气。”林疏影倒是乖巧的点头应允，表示愿随你同行。可心底盘算的却是，正好趁机探查一番前世那位神秘大能究竟是在陈家搜寻何物。对于这位未婚妻心底打的这点小九九，你可是听得一清二楚，但你面上却是不动声色，丝毫未曾表露出来。只是一路上你都在言语间旁敲侧击，不断试探着关于自家未来的线索。虽说你无法直接开口询问，但只要林疏影顺着你的引导，往相关方向稍作联想，你便能顺利监听到自己想要获知的情报。林姑娘身为深闺女子，想必不常出门远行。咱们这东海郡风光旖旎，且极少有凶猛妖兽出没伤人，实则算得上是各大州郡之中最为安稳的地界了。林疏影也颇为惬意地欣赏着沿途那秀丽的景致，嘴上应着你说的极是，这景色真好，心中却暗自思忖，东海郡却是没出过什么绝世大妖，但也确实许久未曾诞生过顶尖大能了。听闻此言，你心中顿时恍然大悟，看来陈家覆灭并非源于妖兽之祸。脑海中罗列的几个凶险选项，随之划去了一个。话说回来，咱们东海郡毗邻沧海，倒也不必担忧会有其他皇朝的战火蔓延入侵，当真是个难得的安乐窝。你紧接着又试探道。林疏影微微颔首，对你的话表示赞同。与此同时，他的心声再次悠悠传来。此时此刻，那遥远的西南圣州应当已经烽烟四起，陷入战乱了。得到这句回应后，你果断又将战争这一选项排除在外。看来导致陈家覆灭的缘由并非两国交战。就这样，你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不知不觉便已回到了陈家府邸。瞧见你竟然将林疏影给领了回来，陈府上下众人的眼神里都写满了诧异与不解。那些做下人的自是不敢多嘴嚼舌根，可你那些个兄弟姐妹脸上的神情却是一个赛一个的难看。毕竟自家未来的主母少家主的夫人，竟是个根基尽毁的废物。这事儿若传出去，简直是给整个陈家蒙羞。更有几位有资格争夺家主之位的庶出子弟心中暗喜，心到我这亲爱的大哥啊，你就尽情的招灾惹祸吧，迟早有一天大长老会将对你的耐心消磨殆尽。一双阴冷的眸子死死盯着你，心底冷笑连连，觉着你这废物已不足为虑，似这般不知轻重的人又怎配与我争夺大位？陈家身为这方东州赫赫有名的9大家族之一，嫡系旁系家宰，一块人口足有数万之众，暗地里觊觎家主宝座的人简直如过江之鲫。不过即便你能猜到这些所谓兄弟姐妹内心的龌龊想法，你也懒得去多费心神。纵有数万人又当如何？若你听到的林疏影心声皆是前世真实发生过的惨剧，那这数万条性命在劫难面前也不过是些蝼蚁罢了。当务之急还是得想方设法借助林疏影的力量，探寻如何才能度过这场灭门危机。林疏影随你来到会客厅后边，冲你莞尔一笑，道：“我想到处转转看看，不知公子是否方便行个方便。”与此同时，你耳畔又响起了他的心声：“那个大能当年翻遍陈家，找的究竟是何物呢？”你闻言微微一笑，自无不可，随即便将象征自己身份的玉佩解下递到了他手中。凭借此枚玉佩，陈家上下你皆可，畅通无阻。自己好歹是家族天才，又是嫡系长子，这点特权倒也还是有的。林疏影接过腰牌，清丽的面庞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道了声多谢，心里却暗自琢磨：上一世陈家惨遭覆灭，一来是源于宿世仇怨，二来则是那位大能也妄图染指这件宝物。倘若能被我抢先一步将宝物收入囊中，倒也算是变相帮了你们陈家一把，总好过白白落入那个亲手覆灭你们的大能魔掌之中。这一刻，你心头猛然一震，好，总算是寻到了陈家覆灭的根源所在，竟是世仇与宝物作祟。看来陈家是因为怀璧其罪，被曾经的死对头给盯上了，继而才招致了这灭门之祸。正当你苦思冥想该如何应对之际，却又听到了那句让你毛骨悚然的心声：算算日子，那位恐怖大能3日之后便会降临了。3天之后，我整个人都怔住了，这未免也来得太快了些吧？那位高人究竟是什么境界？到底是什么来头？他所寻觅的宝物又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瞬间，我有股冲动想直接开口问个明白，然而我很快便恢复了镇定，我的嘴角牵扯出一抹僵硬的笑意。与林疏影道别之后，我片刻也不敢耽搁，径直朝着父母的屋子赶去。老远瞧见我的身影，父亲的脸上浮现出笑意，准备好让屁股开花了吗？爹，先别急着动手，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咱们陈家都跟哪些家族结下了世代的仇怨？瞧见我神情凝重，父亲沉吟了片刻，身为9大家族之一，仇家自然是有那么几家，我们和周家的关系向来不睦，王家那边也不，我不是问这个，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那种格外厉害的、实力强横到可怕的仇家？就那几家的能耐，根本不足以将陈家连根拔起，这一点我心知肚明。父亲抚着自己的下巴，特别的，那恐怕要追溯到老祖宗那个年代了，可那都是万年以前的陈年旧事了。听闻此言，我的心中不由得涌上一股绝望，难道是万年前的绝顶高手要来找陈家算账？这不就意味着丁点机会都没有了吗？能够存活万年之久，必定是些老怪物级别的存在，即便不是活了万年，前世能轻易覆灭陈家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其恐怖。原本还指望着或许有机会可以化解，如今看来，这位高人是特意冲着陈家来的，根本就躲不掉。此刻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逃，必须得说动爹娘，还有大长老他们。可问题是，连大长老这样的人物都跑了，那个高人又岂会善罢甘休？仇家上门，或许会放过我这种无名小卒，也会被揪出来。到底该如何是好？难道要我一个人苟活于世？我实在无法做到做事双亲赴死而无动于衷。我眉头紧锁，合上双目，打算静下心来仔细盘算。然而就在我闭上眼睛的那个刹那，我整个人忽然僵住了。这是什么东西？我的脑海中竟浮现出一个操作界面。我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仔仔细细地将那面板上下审视了好几遍。这不就是系统吗？原来我身上也带着个系统。我脸上的喜悦之色转瞬即逝，眉头又重新紧锁起来。虽然是有了系统，可这东西真能解决眼下的危机吗？能将陈家夷为平地的，起码也是人王境顶峰的恐怖存在。放眼整个东周，修为超越人王巅峰的，也就只有周王那么一
一个，除非这系统能让我一口气突破好几个大境界才行啊！光是想一想，就觉得这种可能性渺茫到了极点。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系统界面上点了一下姓名、境界、物品、残念、属性这些选项，眼下都无法打开，唯有成就那一栏，密密麻麻的罗列着无数条目，看得我眼花缭乱。我随手点开了地图界面，一幅以我为圆心、半径10公里的详尽地图立刻呈现出来。这地图的精细程度，甚至连府邸中的密道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四伯和武姨太的卧房之间，竟然有一条暗道相连。那位武姨太虽说年岁不小，但保养得宜，肌肤光滑细腻，气质也十分出众。武伯早在前些年就过世了，发生这种事倒也算不上多么离奇。不过眼下我可没心思去理会这些风流事了。我的目光重新落回地图上，发现在地图偏向西南的家族墓园位置，有一个名字正在微微闪光。陈修，这不正是陈家老祖宗的名讳吗？我们陈家的开山始祖，陨落至今已逾万年。当年他一手创立了陈家，并将家族引领至一个极为鼎盛的时期。我几乎是下意识的就伸手点向了那个名字。就在下一瞬间，一股浩瀚无垠的伟力开始疯狂地涌动起来，仿佛天地间的某些本源之力正被硬生生地抽离出来。紧接着，这些力量在我的眼前急速地凝聚，一些细碎的光点正在逐渐构成形体。我的脸上写满了惊骇，如此磅礴的力量所造成的声势骇人听闻，可身旁的父亲却似乎毫无察觉，根本感受不到分毫。而后在我圆睁的双目注视下，随着那些光点的汇聚，一道浅淡的虚影正慢慢地显现出来。那道人影面容苍老，身形干瘦，看上去已是风烛残年，整个人瘦得如同枯槁的树枝一般，可他的身上却自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恢宏气势。在看到这道人影的瞬间，我彻底呆住了。我这是大白天见到鬼了？这不就是已经仙逝万年的老祖宗吗？此刻那道虚影的眼神显得有些许迷惘，似乎不明白自己已经陨落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今日为何会被重新唤醒。他静静地感知了片刻，目光扫向周围的环境，最终他的视线停留在了我的身上。我似乎是唯一能察觉到他存在的人，我的后人。就在这一瞬间，我也迅速醒悟过来。系统面板上显示的那个残念选项，想必指的就是类似老祖宗这样的存在了，是系统将死去万年的老祖宗散落的残念碎片重新汇聚起来，才使得已经逝去的人得以拥有短暂的神智。这也就意味着我的这个系统还能将许多已故之人的残念聚集起来。自古以来，谁人能得长生，即便是那万古一帝，也难逃一死。这就代表着我将来甚至有可能汇聚起大地的残念。不过眼下我可没有心情为此感到兴奋。老祖宗，大事不好了，咱们陈家马上就要被人给灭门了。陈修的目光在刹那间变得无比锐利，您在世时的死对头马上就要找上门来了，咱们陈家如今修为最高的也才半步人王，根本就抵挡不住啊。陈修眉头紧锁，果然还是被察觉到了吗？什么？我曾在家族地底深埋了一件宝物，本是留给后人的，看来是有人想来抢夺此物。我连连点头，动作如同捣蒜一般。我布下了禁制，除非拥有家族血脉，否则即便是人皇境强者也无法染指，想强行夺取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心想，难怪前世没人知道那宝物究竟是什么，原来外人根本就拿不到。可是老祖宗，就算我把这事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啊，他肯定还是要屠尽我们全族。无妨，我在陈家也埋藏了后手，那座大阵足以抵挡人皇境以下的任何来犯之敌。陈修言语之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大阵，我闻言一愣，可从没听说过自家的大阵有这等威力，那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聚灵和增幅法阵吗？倘若真有老祖宗说的那般强大，前世的陈家也断然不会落得覆灭的下场。怎么？陈家老祖的眉头微微一蹙，难不成失传了？我心想，恐怕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了。我身为嫡系长子，都对此闻所未闻，显然是已经失传了罢了。一切仔细听好，我将催动之法传授于你。那道人影口中开始念念有词，详尽地阐述着整个家族大阵的内在核心与精髓要义。我当初之所以选择此地建立家族，正是看中了地底那股恐怖的蕴藏之力。当年耗费了我半生的心血，才将家族大阵与地底的运力完美结合。想不到这才过了万年，竟然就失传了。一股浩瀚而博大的法门波动流转开来，瞬间涌入了我的脑海。那庞杂无比的信息量，让我感觉自己几乎要被冲昏过去。这股信息实在太过浩瀚了，虽然仅仅是驱动阵法的法门，但其层次之高，丝毫不亚于修行一门顶级的灵术。很快，完全接收了所有信息的我，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满是难以置信。万年运力一旦催动起来，恐怕能直接秒杀大长老。这地底深处必然隐藏着什么秘密，运力的波动如此浩瀚，绝非寻常之物。只不过以我当年的境界，也无法一探究竟。陈修的身影正在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加虚幻，显然是那些残念碎片已经快要无法支撑他神智的凝聚了。他望向我，已拥有重聚亡魂的手段，家族的复兴便有希望了。他自然清楚这种手段所代表的恐怖意义，别的暂且不说，单是那些陨落大能的传承和遗留的至宝，就足以培养出一位绝世强者。我深埋在地底的东西，名为天泽，待你抵御过这次大敌之后，便可将其取出，化为己用。陈修的身影已经暗淡到几乎完全透明，在最后时刻，他将取出天泽的方法告知了我。随后，那些碎片便彻底消散在了天地之间，他的身影也随之消失不见了。我的心中激动万分，手握这座大阵，这一次定然能够抵御强敌。接着，我也顾不上父亲想说什么，便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院子，开始专心致志地修行那大阵的催动法门。寻常的低品级阵法，实际上只需灌注灵力便能催动，而这种层次恐怖的法门，想要催动则需要特殊的方法，其难度不亚于修行一门灵术。3天时间应该足够了。脑海中的法门玄奥无比，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因此这法门只能由我自己来修行，否则以我那被懒的性子，肯定会把法门丢给我爹去修炼，自己则躲在老爹身后逍遥快活去了。我急速
回到屋中，吩咐侍女这2天带着林疏影在府里好好转转，并让他转告林疏影，我突然有所感悟，准备闭关突破，过2日再陪他一同看风景。我心想，那件至宝天泽你就别惦记了，任你把陈府翻个底朝天也休想找到。处理完这些日常琐事后，我便将自己关在房内，开始默默地体悟那玄奥的法门运力，传说中源自大地之母的力量，每一缕都重若万钧。在这期间，大长老也曾来过，他带着满腔的怒火从林家回来，将我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胡闹，简直是胡闹，子不教，父之过。几棍子下去，我爹的脸肿得跟猪头一样。教训完我爹仍不解气的大长老，还想来给我一点教训，但他默默感应到我确实是在修行某种法门，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算你小子还有点上进心，知道修行了。2日时光一晃而过，在房中苦修了2日2夜未曾合眼的我，此刻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快要完全领悟了，明天必定能够成功催动那座大阵。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现在境界实在太低，最多也只能催动大阵发出寥寥数击，也不知道这威力够不够用。如果不够的话，那就只能强行燃烧自己的身躯来换取力量。而另一边，林疏影在陈府内寻觅了整整2天，却依旧一无所获。我能听到她的心声，这怎么可能呢？以前世的手段进行探查，居然都发现不了任何异常之处，难道是我如今的境界太低了？看来那件至宝与我终究是无缘了。2日下来毫无收获，他心想自己不能再继续逗留了，明天那个恐怖的绝顶高手就会降临陈家，到时候整个陈家都会被血洗，现在还留在这里，无异于等死，不告而别嘛。可是这个少年是个好人，不如我就带他一起走吧。林疏影思索了片刻，最终决定要救我一命。我听着他的心声，他似乎觉得自己重生归来不过短短3个月，却已尝尽了前世的人情冷暖，在所遇到的这么多人之中，也唯有我待他是那般单纯，一心只为他着想。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他都不出手相救，那还算什么修士呢？他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我的房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陈公子，能带我出去游玩一番吗？这2日一直在陈府里，实在有些憋闷的慌。我从屋里回答道，我还有一点领悟尚未完成，林姑娘还是自己先出门游玩吧，明日我便去找你。我心想，这林疏影心肠倒还算不错，没有直接弃我而去。我脑海中又想起了他的心声，今天不走，明天你可就没命了。陈公子，就陪我一起去吧。此刻我的屋外正有不少人路过，听到这样的话语，脸上全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你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货色，配得上陈君吗？刚才的拒绝已经那么明确了，你还在这里死缠烂打，真是不要脸，就这么想攀高枝吗？我就说嘛，大哥之前肯定只是鬼迷心窍了而已。陈七小姐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大哥连我都看不上，又怎么可能喜欢上区区一个林疏影呢？你陈老八瞅了瞅自家姐姐那200斤重的身躯，无奈地说道，你说是，那就是吧。我身在屋内，知道林疏影是出于好意，想要救我一命。我思忖了片刻，起身打开了房门。我确实是有要事在身，林小姐就先自己游玩一阵吧。脑海中未婚妻的心声再次响起，我该怎么告诉你？若是不跟我一起离开，你就会死啊！就1天，陈公子，就抽出1天的时间就可以了。我心想，我就在这里多待1天，等救下了整个家族，你想怎么玩都行。真的不行，你这真是地狱无门，偏要闯进来啊！林疏影心中满是无奈，她眼巴巴地望着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晚上我偷偷把她打晕了带出去，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她一边想着，刚准备转身离开，天空却在瞬间暗了下来，原本万里无云的晴空，此刻竟被阴云密布所笼罩，白昼恍惚之间竟如同进入了黑夜。怎么回事？日食吗？也不对啊！很快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答案，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横压而来。这一刻，整个陈家的所有人都瑟瑟发抖，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涌上心头。这是超越了我们不知多少个生命层次的绝顶大能所散发出的恐怖威压，令人不寒而栗。一道人影在乌云之中渐渐显露出来，面容模糊，无法看清。他俯瞰着陈家，接着随手一击，便将陈家老祖的雕像轰然摧毁。陈家早就该覆灭了。那声音冷漠无比，带着一种淡淡的高高在上，看向陈家众人的眼神，就如同在看一群蝼蚁。恐怖的灵压骤然展开，陈家此刻境界较低的族人根本无法承受，他们体内的灵力被强行引动，在经脉中四处乱窜，瞬间便爆裂了身躯。惊慌失措的惨叫声刹那间响彻了整个陈府。他们何曾见过这般景象？此时一个个都吓得魂飞魄散啊！尖叫声此起彼伏，众人乱作一团，在陈府内四处奔逃。有人影试图腾空而起，想要斩杀来人，结果在那股灵力的自然压制之下，许多人甚至连腾空都做不到。这是实力上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连反抗都成了一种奢望。而我则满眼震惊地望着林疏影，你不是说3日后吗？这才2日，怎么就来了？接着我便听见了林疏影的心声，糟了，庆历元年曾有人横截了1日的历史，那1日从世间彻底消失了，我竟然忘了这件事。这个大能覆灭陈家的时间就在今天，而不是明天。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这岂不意味着他今日也要命丧于此？他好不容易重生归来，结果竟然因为记错了1日的时间就要生死道消，他实在太不甘心了。都怪那个存在，为了某个秘密，竟然让那一天从整个历史长河中消失，导致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他随即看向我，我看到他的目光有意，接着我听到了他的心声，他是在懊恼吗？因为连累了我而感到懊恼。这个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心里想的居然还是我这个少年。就在这一刻，林疏影的芳心微微一颤，我能从他的心声中感到，他从未见过我这样的少年，哪怕是前世见过的无数强者天骄，可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我这般纯粹的心。拥有这样的道心，未来必定非同凡响。然
然而林书颖并不知道，此刻我心中所想的却是，你这都能记错，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完全领悟大阵。结果你告诉我你记错了，我懊恼的是自己距离成功仅有一步之遥。不对，还有机会，一定还有机会。我想也没想，转身重回屋内，闭上双眼，继续修行那大阵的法门。给我2个时辰，只要2个时辰，我就能够完全领悟。我满头冷汗，此刻已紧张到了极点。家族中的强者们纷纷腾空而起，大长老周身的气势骇人无比，目光灼灼地盯着空中。什么人敢如此大言不惭，要灭我陈家？那道人影看着陈家大长老，嗤笑了一声。最高境界不过区区半步人王，陈家果然是没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随手一指点出，一道赤色的光华激射而出，在大长老的眼眸中急速放大，那力量内敛至极，却又显得无比汹涌，仿佛下一刻就要冲破一切阻碍。面对这凌厉的意志，大长老周身的灵力疯狂涌动起来，一副金色的甲胄瞬间浮现在他的身躯之上。他从未将灵力运转到如此极致的程度，甲胄上散发出的光华几乎要将人的眼睛闪瞎，指影轰然撞击在甲胄之上，伴随着一声尖锐的金铁交鸣之声，大长老只感觉一股庞然巨力涌来，根本无法抗衡，整个人瞬间被抛飞出去，重重的砸落进了陈家地底深处。不简单，居然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那道人影颇感诧异，一个半步人王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了。此时的大长老满脸骇然，仅仅一击之下，他哪里还不明白，家族今日恐怕要彻底覆灭了。族里确实藏有底蕴，也有一些恐怖的手段，然而面对眼前这道人影，恐怕都起不了什么作用。那柄至宝破天，最多也只能再提高他1成的力量，而那头底蕴凶兽也根本不是眼前这个存在的对手。此刻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些家族的后辈，他连忙传音道：陈军、陈光伦、陈卓，你们快走，在我房间里有条密道可以通向地底，一定要活下去。正在不停参悟的我，眼角不禁一热，我前世或许就是这样才得以活下来的吧。是大长老以死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但可能是在地底被战斗的余波震击，前世的我最终还是伤了根基。我闭上双眸，看眼前这情况，就知道绝对撑不过2个时辰。如此恐怖的力量，别说2个时辰，大长老能撑过1刻钟都算是奇迹了。我一边想着，一边下意识的又看了一眼系统，宿主陈军，境界换血境，能量102。咦，我什么时候有的能量呢？我一愣，难道是修炼得来的，还是在体悟法门时得到的？此时我已没时间去思索这些细枝末节了。我发现有了能量之后，系统界面上那些灰色的栏目竟然都能点开了。我想了想，试着将境界修改成人王境，然而却提示修改失败，能量不足。我并不气馁，本身也没抱多大的希望。要是真这么简单就能修改，我接着就该修改成无敌了。我的目光迅速扫过整个系统面板，看到了属性一栏，天赋、悟性、道心、天地相合度，这些都是些虚无缥缈、传说中存在但又无法确切证实的东西。此时在系统这里居然被数值化了。我思索了片刻，随后对着悟性后面的加号一顿狂点，我一连点了10次，将100点能量消耗得干干净净。就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头脑前所未有的清明，一种仿佛智力飙升的感觉涌上心头，畅快淋漓。脑海中关于大阵的种种疑难之处，在这一刻突然都迎刃而解了。原本需要3天才能领悟的大阵，现在我只需要1天半。之前那些纠结不已的问题，此时全都变得清晰明了，悟性直接提高了1倍，效果立竿见影。此刻我的脑海中再次流转了一遍大阵的法门，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之前苦思冥想也无法得到解答的问题，在这一刻变得如此清晰。我脑海中念头一动，整个家族在这一刻都仿佛尽在我的掌握之中，这就是地底的运力了。一种掌控了世间万物的感觉瞬间涌来，那强大的力量几乎要让人沉醉其中。如此恐怖的力量，如果内心稍有不坚定，必然会直接迷失自我。我深吸了一口气，在家族的范围之内，我现在拥有了举手投足之间皆是运力的恐怖实力。此刻我将目光投向了周边，家族的所有人都在疯狂地逃窜，大长老一击之下便惨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再也不敢心怀丝毫的幻想。此刻除了逃命还能怎么办？对，或许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求饶。许多人已经双膝跪地，哭喊着祈求半空中的那道人影能够放他们一条生路。此时我看到半空中的那道人影，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似乎在想，这陈家怎么一点后手都没有？陈修当年难道真的什么都没留下吗？他放眼望去，没有任何东西能对他构成威胁。此时他已经看出大长老手中的那柄长刀是件特殊的至宝，也看到了家族禁地之中有一头凶兽正在沉眠。然而就这么2件底蕴，未免也太弱了些。一个曾经的顶尖家族，居然沦落到现在只剩下这2样底蕴，实在让人笑话。他看了看下方，陈家确实是没落了，也就那么2-3个人还能算得上是天才。另一边，我缓缓地站起身来，脑海中未婚妻的话语再次浮现。这2日，我发现了一条密道，得带着她活下去。林疏影一边想着，一边猛地拉住了我的手，跟我走，还有机会活下去。我笑了笑，我们陈家有手段，不信你看。我听见了他的心声，我信你个鬼，真有手段，前世你们也不会被灭门了。然而这个念头才刚刚在他脑海中升起，林疏影整个人便愣住了，一股强横到令人战栗的力量猛然从地底激射而出，那恐怖的威势仿佛要将苍穹都撕裂开来，一丝惊人的力量如同流星坠落一般，直冲半空中的那道人影而去。这一刻，那道人影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之色。我看到他看着这雷霆万钧的一击，瞳孔微微一缩，大吼道：果然有底蕴手段，陈修当年实力横压皇朝一代人，果然死了也留有后手。那股力量冲霄而来，瞬间已至眼前。他大喝一声，周身的灵力疯狂奔涌而出，面对这样恐怖的一击，饶是以他的境界也不敢有丝毫的托大。璀璨的青色光华凝聚成型，他一指点出，与从地底冲出的运力轰然相撞，一股如同山岳般浩瀚的力量横压而下。明明只是一缕气息，却重若万钧。那青色的光华被瞬间直接崩碎，接着这缕气息于是不减，重重的轰击在了那人的身躯之上。我看到他只觉得这股力量要直接将
将他的一切都震成齑粉。怎么可能？他的脸上瞬间露出了惊骇之色，发了疯一般疯狂地运转着灵力，恐怖的威压席卷开来，整个陈府都随之隆隆震荡，在无声的碰撞之中，连声音都被彻底湮灭了。接着，那道人影大口咳血，从半空中直接摔落了出去。他心中骇然无比，似乎在想：陈府还有老怪物不成？这样恐怖的力量，恐怕是把某门皇术修行到了极致了。大阵的力量缥缈无形，他当然没有发现，实际上是我在催动，不然他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将我杀死。还是说陈修那老匹夫还活着？不可能！身躯翻飞出去的一瞬间，那道人影响了很多。为什么这么久以来都没有人去覆灭陈家，夺取那件至宝？之前他一直以为是其他人都不知晓这个消息，现在看来，分明是陈家还藏着某个老怪物。此时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自己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前来此地，果然是太过仓促，早知道就该先观察一阵子。此时我看着半空中的那道人影，体内的气血翻涌不已，五脏六腑都已破裂，就只是刚才催动了那么一缕地底的运力，就已经感觉整个身躯快要裂开了。大阵的负荷实在太重了，重到我这个境界，一个不慎就会被反噬之力活活压死。此时我强提一口气，趁着那人翻飞出去的功夫，我要直接取了他的性命，或是将他吓到胆寒，从此再也不敢打陈家的主意。否则一旦那道人影反应过来，接下来就危险了，必须装神弄鬼。我的身躯与大地产生了共鸣，又一缕恐怖的力量激射而出，而在那道人影的眼中，只看到虚空之中又是一缕力量横压而来。我猜他此刻一定万分不解，怎么可能？难道这样恐怖的催动都不需要平复灵力波动的吗？如此恐怖的力量，竟然像是随手一击般直接甩出，而且两击之后，他竟然根本没发现到底是谁出的手，只感觉似乎是来自地底。他能隐约感应到那里有一处奇异的空间，力量正在其中汹涌澎湃。陈家的老怪物一直隐藏在地底，一个合理的推测，想必已涌上了他的心头。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出别的解释，不然呢？陈修的遗留手段，那这手段也未免太强了。此时，他周身的灵力涌动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脚下灵术流转，隐约之中竟有雷声可闻。这是他修行已久的成名身法雷行，修行至巅峰层次，速度与雷电无异。他身形一晃，然而就算是快到这种地步，也被那一缕气息给压了过去，整个人仿佛要被直接拍扁撕碎。他的手中出现了无数的丹药，疯狂地一股脑塞入口中，维持着生机，硬扛着那股磅礴的力量。他几个闪烁之间，既像是被狠狠拍飞，又像是仓皇逃窜，在天际留下了点点血迹后便消失不见了。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高人的形象？前一刻那份高傲与冷漠，那份视众人为蝼蚁的姿态，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此时他的心中已经认定，陈府之内还有一个老怪物。传闻陈修曾将他的儿子封印了起来，果然是这样。我恨啊！人一旦为某件不合理的事情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会在心底里深信不疑。此时他已然确信陈修的儿子并没有死，他急速逃离，这一刻根本不敢有丝毫的逗留。那惊天动地的两击，直接将他的胆都吓破了，太快了，也太恐怖了。另一边，这番兔起胡落的变故，让整个陈府都陷入了一片鸦雀无声之中。这事情的发展实在太快了，许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刚才连大长老都在一击之下惨败，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一股神秘的力量，将那道人影杀得连连逃窜？我们被救了！大长老同样是一脸的茫然，他原本都已经打算自爆，来为族中的人争取逃窜的时间了。结果那股豪迈之心才刚刚升起，就有人告诉他不需要了。他环顾四周，接着将目光投向了地底。在他的感应之中，那股力量正是从地底传来的。他的脑海中回想起族谱上的记载，以及那几个流传已久的传闻，是老祖宗救了我们。没错，一定是老祖宗。二长老也跟着高喊了起来，这样恐怖的力量，绝对是老祖宗或是他的儿子，反正都是祖宗级别的人物。一边说着，二长老便俯身下拜，对着中心地底的那个位置，砰砰砰的磕了好几个响头，口中还高喊着：“老祖宗，陈府需要您啊！老祖宗！”他这一带头，很快，三长老、四长老等人也都纷纷那头便拜，多谢老祖宗，多谢老祖宗！砰砰砰的磕头声此起彼伏，在整个陈府之内震荡开来。我站在人群里，看到身边不远处的父亲也要跟着磕头，连忙过去一把将他扶了起来。没这个必要，爹，老祖宗的毛啊！是您儿子我，怎么能让全族人给我磕头呢？我心想，别人也就罢了，让老爹老妈给我磕头，那可不行。这个世界有个讲究，父母给儿子磕头是要折寿的，磕一个头折寿30年，给老祖宗磕个头怎么了？要有感恩之心。父亲皱着眉头，一把拉过我，按着我的头，砰砰砰，地也磕了几个。你替我磕吧，我欲哭无泪。还有自己给自己磕头的。我摸了摸额头，已经流血了。合着老爹是在这儿打击报复呢？都这时候了，还没忘掉被大长老打成猪头那件事。整个陈府此时都透露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许多人瘫倒在地，刚才那片刻之间，他们经历了生死一线，不少人已是一身冷汗，浸透了衣衫。全场还比较冷静的，就只有林疏影了。此时我看到他正紧锁着眉头，脸上写满了困惑。我能听到他的心声，怎么回事？前世绝对没有这样一个高人啊！他记得清清楚楚，前世的陈家被灭门了，仅有几个天才侥幸活了下来，其中我也因为根基被战斗的余波震碎，成了一个废物。这之后，陈家很快便完全销声匿迹，在东海郡成了过眼云烟。这一世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导致陈家没有被覆灭呢？林疏影开始思考起来。最大的变量自然是我，但是可以确定此事与我无关。那么变化的还有什么？他飘忽的眼神不经意间瞥过了我。刚才他一直都抓着我的手，想要拉着我去地底的密室保命。我看到他眼神中闪过一丝恍然，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接着我听到了他的心声。我怎么记得在第一缕力量涌动的时候，陈俊的身躯似乎遭到了某种强烈的反噬。林疏影的猜测几乎就要触碰到事件的真相。听到他心声的你，心中猛地一紧。你可别乱讲，我不是，我没有。你不想被人知道此事，因为根本没法解释，传出去更是天大的麻烦。你想做的只是闷声发大财。当两人目光触碰时，你下
下意识的躲开了。糟了，应该是他。可是这个少年怎么会有这样的手段？林书颖百般不解，他可以确定你只有幻血境，绝不是什么老怪物。这时你被父亲一只手强按着，不停的给传说中的老祖宗磕头，简直欲哭无泪，额头上都磕出了红印。看着这一幕，林书颖歪着头，算了吧，好像又不是他。叩拜仪式结束后，大长老很快安排人手恢复陈家被摧毁的建筑。眼见老祖宗没出来，大长老不禁惋惜，如果老祖宗出来了，陈家有机会重新迈入皇朝一等家族行列的。你心中腹诽，得了吧，想这种好事。事情过后，陈家很快恢复了以往的状态，当时求饶的人都受到了责罚，而你则获得了一场男女混合双打。在陈父的房间里，惨叫声接连响起，啊，疼，娘，我错了，轻点，轻点，爹，别打了，你的那点手段在父母面前根本不够看，虽然是同境界，但也毫无招架之力。你手中的灵术光华就像小火苗，而你父母手里的那就是烈日。一通教训过后，颇有少女气质的陈母摆弄着手里的戒指，缓缓开口，知道自己哪错了，我不该说要娶林书颖。你心想，我要是不说，咱们陈家就完了。然而陈母却摇头，你娶谁，我和你爹不会干涉。陈父也点头，赞同了老婆的话，打你是因为你任性，哪怕你真要娶林书颖，也不能在外人面前让大长老丢脸。陈父摸了摸自己还没消肿的脸，大长老丢脸，你爹我的脸就要肿好几天。随后你被侍女搀扶着从老爹的房间里出来，手腕处枕着一片柔软，你下意识瞥了两眼系统，宿主陈君，境界元身境，能量102。原来刚才那两缕地底运力的气息共振，直接将你的周身血脉洗炼完毕，让你顺利从幻血境9重天迈入了元身境1重天。要知道那可是万年运力，哪怕只是共振，效果也非同凡响。元身境是肉身5大境界的最后一个，是巩固前4重，将成果归一的重要境界，决定了未来的上限。但真正让你惊喜的不是境界提升，而是能量点怎么又冒出来了。你记得很清楚，那100点绝对用完了。你立刻点开成就面板，瞬间恍然，此时面板上亮了2个板块。第一次体会系统的乐趣，你快乐吗？获得奖励能量100。身居幕后，做一个幕后大佬，被人膜拜，岂不美哉？获得奖励能量100。第一次这个成就应该就是你第一次重聚残念时获得的，而身居幕后显然就是指在幕后装刀人没有走到台前。想到这里，喜色涌上你的心头。之前觉得这密密麻麻的成就看得心烦，现在发现能量的惊人作用后，你只觉得心动无比。人前显圣，装吧少年，可获得能量100，以一敌10，我要打10个，可获得能量100，以一敌100，来100个给我练练手，可获得能量1000。不要脸，脸皮厚度超过60%的人，可获得能量100。很不要脸，脸皮厚度超过70%的人，可获得能量500。人类脸皮之王，你就是脸皮界的神，可获得能量5万。你大概浏览一番，发现越难的成就能量点就越多，最高的一项竟然足足有10万。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自宫可获得能量10万。你下意识看了眼自己的小兄弟，切了他，我应该就无敌了。正搀扶着你的侍女听到这话，顿时脸颊绯红，那柔软的触感又蹭了蹭。回到自己屋内养伤的同时，你开始研究成就面板，很快就发现有些成就看起来难，实际上却很容易。第二天一早，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便去客房找到林书颖。林姑娘，我伤好的差不多了，咱们去转转。好，先去东海城吧。东海城是东海郡的都城，离得不远。你想去那，正是为了刷成就。你们登上辇车，不到1刻钟就到了东海城。陈大少爷来了。城门守卫远远的打招呼，你点点头。进入城池，你和林书颖闲逛，路上看到乞丐，就随手扔下1两银子。大爷，拿着买点吃的穿的。这个世界的银子不算太值钱，但1两也足够1个月的馒头开销。你一路走一路扔，很快就扔了10几两银子。林书颖忍不住问，你这是干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我来说1两银子不算什么，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救命的钱。林书颖一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好文采，好高远的人生境界。他瞬间又感觉眼前这个少年未来必定不凡。实际上他不知道，你这是在刷成就。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我陈军前世看过102本小说，乞丐一共出现过73次，其中62次都是隐藏大佬。你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叮当响，万一真碰到大佬了呢？1两银子就能让大佬刮目相看，何乐而不为？你看着每个乞丐都觉得他们不简单，身形魁梧有力，这乞丐肯定有修为，精神矍铄，这老人家可能是个大佬，眼眸有光。乞丐里简直是藏龙卧虎。就这样，在你扔了几10两银子后，成就面板中的一点善举达成了，获得了100点能量。围观的人纷纷称赞陈少爷真是心善。你略有些不好意思，又随手分发了1点银子。接着你直奔城南，去了东海城最大的初级修炼广场，这里聚集了上千个少年，他们年纪多数不超过10岁，正努力的挥汗如雨进行炼体。来这里做什么？林书颖看向你，你手中出现1瓶法髓丹，1瓶断骨丹，1瓶炼体丹，接着将它们抛向空中，声音响彻全场。各位小朋友，今天大哥哥来发福利，等会我进入广场最中心，只要有任何一人能够击中我，这些丹药就全都分发给你们。说完，你一跃跳入修炼场的最中心，周围密密麻麻全是小孩，他们看你的眼神就像饿狼见到了肥羊。你刚一落地，就有一个小孩一腿扫来，带着青色光影，你轻飘飘一晃便轻松避开，接着身形一扭，几个冲过来的小孩撞在了一起。你是元身境的修士，又是天才，面对这帮小孩简直太容易了。几个闪动的功夫，脑海中成就面板的以一敌10就亮了起来。你笑了，成就的描述非常简陋，又没说非要打同境界的，打10个小孩不也是以一敌10吗？同理，以一敌100和以一敌1000也是一样的。你甚至想放豪言，我要打1万个，钻系统的漏洞，让你感觉心情相当愉悦。眼前足足1000人，这下可要发财了。你一边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一边灵巧的不断闪避。这些小孩的动作在你看来漏洞百出，哪怕上千人也摸不到你的衣角。当然，丹药你不会小气，
之所以提这个彩头，就是为了让这帮小孩有点激情，好让你完成成就。片刻功夫，以一敌百完成。林书颖远远地看着这一幕，这陈军怎么这么奇怪？搞不懂他在想什么。他的天赋好像确实很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因为悟性的提升，已在施展灵术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了自己之前的许多问题。灵术层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着，你一点点不断体悟，同时将得到的能量继续加点。消耗能量时，悟性加1；消耗能量时，天赋加1。你将天赋翻了2倍之后，发现自己一举一动，甚至呼吸的时候，都隐隐有吸纳天地灵气的感觉了。以往你修行必须运转功法才能吸纳灵气，可现在光是自然呼吸都有这效果。你心头瞬间火热，此时能量点全部用完，你又闪避了几下后，以一敌千也达成了。你看离以一敌万人数还差太多，便起身冲天而起。好了，大哥哥不陪你们玩了，这些丹药一人一颗不要抢。你将丹药分发了下去，心想以自己现在的天赋，也不需要这些丹药辅助修行了。谢谢大哥哥。小孩子们瞬间激动了，不少人甚至想哭。明明连你一脚都没碰到，这个大哥哥却还是把这么宝贵的丹药白送给了他们。有穷苦人家的孩子甚至想要磕头，但被你用力量辅助，没有磕下去。不必如此，分发完丹药，你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自己现在的修行速度有多快。你和林书颖很快找了个僻静处，盘膝而坐，脑海中浮现出家族那本无上功法。这功法是祖上传下来的，整个家族就你一人能够理解修行，气自丹田而生，经右肾玄而下右足。林书颖好奇地打量着，咦，有点熟悉。还没等多想，他瞬间呆住了。他吸纳天地灵气的速度怎么这么快？以你为中心，此刻灵气疯狂卷击而来，竟然要形成小型风暴，以不停的流转法门，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涌遍全身。此刻仿佛周身每一丝毛孔都在疯狂吸纳天地灵力，这才能叫天才啊！刚才疯狂加点，你的天赋已经来到了53，是之前的2倍还多。你觉得以现在的天赋，绝对能在整个东周都排得上号，以后可以更舒服的躺平了。你心想，只要再加几10点，自己哪怕睡觉都是在修行。这功法怎么总感觉很熟悉？林书颖开口问道：“你这是什么功法？似乎不太常见，是我陈家的秘传法门，只有我一人能够领悟。你没什么防备，也不信一个重生者会看上自家的法门，我给你讲讲。”林书颖眼睛一亮，好，这人怎么这么信任我？莫非真的对我一见钟情？可惜我未来注定不凡。呸呸！我这想什么呢？你心中呵呵，我还未来无上地主呢。你将法门阐述讲给林书颖听，阴阳第一重天地阳气，等等。听到第一个词，林书颖就反应过来了。你练的时候这法门是不是缺了一页？他想起来了，这正是阴阳派的正派之典，层次无上的功法。你点头，确实缺了第一页，但大长老说那只是总纲介绍，不影响修行。坏了坏了，这少年废了。你心里咯噔一下，我怎么又废了？你刚才不还说这法门层次无上吗？林书颖开口说道，你修行的是阴阳派的正宗宝典，你可知道阴阳派10几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不知道。你可知道阴阳派为什么灭绝？你心想还能为啥？被人灭门呗？不是，它是自然消亡的，因为没人愿意再修行阴阳派的法门了，文人越来越少，直至最终消亡。一个不祥的念头在你脑海中涌现，你强撑着问道：为什么？你猜你的功法缺的那一页写了什么？你感觉自己有点站不住了，写了什么？写的是欲练神功，虚仙自宫。耳边仿佛有惊雷炸响，你感觉腿一软，差点直接瘫倒。你强撑着身体，可是我没自宫，也修炼了啊！你绝对是骗我！林书颖脸上闪过可惜的神色，原因很简单，这功法不自宫也可以修行，但修行到最后和自宫无异，先自宫再修行能加快进度，先修行再自宫就慢一些。这一刻仿佛五雷轰顶，难怪原主人这么多年面对侍女都没行动过，合着是快废了。而且之前每次修行时，你总感觉下身有阻碍，现在悟性提高，你才明白这功法的问题有多大。林书颖自顾自地说着，阴阳派宝典需要自宫修炼，所以没什么天才愿意拜入。于是10几万年前的掌门就想了个办法，将宝典撕掉，第一页分发出去，希望有天才意外踏上这条路，也算是传递香火的一种手段。你心里把10几万年前阴阳派的那个老掌门骂了1万遍，还有这么缺德的人，你只感觉一阵心痛，几乎站不住了。我自毁根基，重新修行，能行吗？你怀着一丝期待问道。陈家区肉身法门根本不行，没什么丹药能治，据我所知没有，有的话阴阳派也不至于消亡了。一句话击碎了你的幻想，你几乎有些绝望的开口，就真没办法了。此时林书颖的心声再次响起，其实也有办法，不过要告诉他吗？这还要犹豫的吗？这种办法的可成功性太低了，几乎等于零，告诉他似乎也只是白白给他希望，又让他绝望了。你心想我现在已经绝望到极点了，真不差那点，难道就没什么办法吗？你急切地问道。林书颖犹豫了片刻，有是有，但是别但是了，你的急切写在脸上。好吧，你可听说过体圣？当然，体圣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东周无人不知。林书颖说道，据说体圣做到了真正的肉身无瑕，因此如果能参悟体圣法门，就能完成肉身的无瑕重塑，但这何其难啊！前世我在体圣的传承地悟了几十年都没有收获。体圣是肉身无双的代名词，据说它的陨落地形成了一个古怪的能量场域，能将任何人都压制在原身境以下，通过观察场域的波动，如果悟性足够，便能明悟体圣的传承。但他死了几十万年，还没有任何一人能悟透。而听到这话，你陡然觉得抓到了希望，而且好像希望很大。你愣神思索，自家老祖的残念能重聚，那体圣的应当也可以吧？对别人来说是靠场域推演，对你来说好像不用，看来他也没这份信心。确实也是，几十万年了都没人能悟到。林书颖一边想着一边开口，还是去看看吧，也不远，而且在体圣场域内能够磨练肉身，对你也有莫大的好处。走，你现在一秒都不想啰嗦，你可不想自己的小兄弟就这么没了。你们急速出了城池，乘着辇车前往东周秦泉郡，赶路足足1夜，荒郊野岭的，你们只能凑合着挤在辇车里睡。我可是未来女帝，怎么能和人挤在一起？哎，算了算了，又不是盖一个被，只是共处一室，没事的没事的。林书颖在心中不停地安慰着自己，怪不得这些天他一直这么彬彬有礼
和我保持距离，我还以为是自己魅力不够，果然是我想多了。你哪有心思管这些？现在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小兄弟。又经过足足半天，翻过了一座山脉，你的目光投向前方，金光璀璨，照亮天际。从山脉顶上看去，远远可以看到无数人影盘坐在金光里，像一群群的小蚂蚁，那就是体圣的陨落地、传承地了。你走下山脉，远远接近，就感觉有一股压迫力涌来。在这种场域下，你感觉周身在发生极其轻微的改变，古怪的力量钻入身体，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你。你在最外围找了个地方盘膝而坐，闭上眼默默感应了一番，波动确实是传承，通过波动可以推演。你现在悟性出众，自然很容易判断出来，但要靠这波动反推完整功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你打开系统地图看了一下，要走到中心需要往前走90公里。你向前看了看，绝大多数人都在最外围，大概只有30%的人能前进到10公里范围。最远的那个好像走到70公里了，好像还是个女子。林书颖的心声又一次响起，是云想长那个夹子。哼，你一愣，夹子是什么？不过此时也没心情多想了。你起身开始向内部走去，最初的压迫力很轻，你毫无感觉。在古怪力量的作用下，你感觉周身又有杂质要被排出，塑造无暇肉身的场域波动果然不俗。你飞速前进，周身不断渗出点点黑色液体，短短片刻就走到了20公里那条线，这是90%的人都被阻隔的地方。到了这里，你才终于引起了一点注意。这么年轻，小伙子，慢点，切记不要逞强。一个秃头大汉好言相劝，你点头，多谢提醒。但对你来说，这个位置不过是刚刚感觉到阻碍吧？你没有丝毫逗留，迈步继续。哎，你这少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人嗤笑了2声，这之中有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却眼眸正中。你个井底之蛙，你看这少年脚步如此扎实，这里根本对他无法造成什么阻碍。还真是，这下子许多人来了精神。你们说这少年能走到多远？我赌40公里，赌一瓶染血丹。你没理会身后的议论，很快来到30公里的位置，此处已经让你产生了一丝艰难的感觉。我还得给你填坑，我这穿越的真憋屈。你心中暗骂，周身已被汗水浸透，每走一步都感觉在扛着一座山前行。你咬了咬牙，为了小兄弟的幸福，把剩余的能量都用来加点天赋。消耗能量时，天赋+1，以一敌千获得的能量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你的天赋来到了恐怖的78，是穿越时的足足4倍。加完点后，你一举一动之间都在吸纳着天地灵力，在体圣场域的流转下，这种吸收变得极为恐怖，进进迅猛。你到达30公里的位置，歇息了片刻，适应了压迫力后，缓缓起身继续前进。按照穿越前的肉身强度，走到50公里就是极限了。你想，原主人真是不务正业。你缓慢地前行着，周身呼吸吐纳，每一处毛孔都在接受洗礼。40公里的位置，身后传来了一阵哀嚎，显然是有人赌输了。而此刻的你已经吸引了全场大半的注意，走到40公里了，真是厉害。不少人目露新鲜，你所在的位置几乎没什么人了。你在40公里处再次适应了片刻，接着迈步前进。到了这里，场域的力量已经有液化的趋势，随着你的呼吸纳入体内，疯狂地改造着你的身躯。但唯有小兄弟那里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依靠场域驱除根本行不通。你心中不禁涌现出一点寒意，这功法太恶毒了。你呼吸沉重，一步步前行，原本在之前境界遗留的一些小暗伤都在缓缓修复。炼体境居然没有过周天完满锤炼，断骨境只锤炼了一遍，法髓更是离谱。你真的对原主人无语了，留下的烂摊子全要你自己收拾。走到50公里的位置，你的前方就只剩下那个少女了。你没有急着前行，而是默默在此盘膝坐下，不停的吐纳，依靠强横的悟性让身躯与场域的波动更一致。就这样修行了足足7天之后，你睁开眼，我的天赋太可怕了，只用了7天就将之前的隐患全部修复。现在前4重肉身境界的打磨已经无暇。你看了看自己的身躯，金光璀璨之下隐藏着惊人的力量，战力至少提高了1倍。前4重境界都达到极限无暇后，50公里处的压迫已经不算什么了。你起身再次前行，一步步缓慢行走着。又过了2日之后，你终于走到了70公里的位置。此刻一直盘坐着的少女仿佛突然有所察觉，她转过身，眼眸中是惊喜。哇，小哥哥好厉害啊！声音仿佛撒娇，亲密无比。你一愣，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叫夹子。眼前的少女看上去比你还小一点，鹅蛋脸，面容精致，眼睛忽闪忽闪，扎着马尾辫，迈着萌。你也很厉害啊！你礼貌的回应。你心想，这位未来应该也是个大佬，不然林书颖不会认识他。既然是大佬，那当然要搞好关系。这时你也发现了，这人吞吐呼吸之间竟然也有灵气的波动，虽然程度不如你，但也很恐怖了。要知道你提高了天赋4倍才达到这效果，结果这人竟然也就比你差一点。没有啦，西西，哥哥看样子还能向前，说不定还能走到中心拿到传承，但妹妹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声音依旧甜腻，好像在跟你撒娇。你呵呵干笑了2声。作为一个直男，属实不太适应。我叫云想长，是黄巢中州云家的人。哥哥你呢？少女嬉笑着，你心下恍然，原来是中州来的天才，特意来体圣传承的锤炼肉身。于是你开口道：“我叫陈军，东州东海郡陈家。哦，听说过陈修的家族。”少女仿佛见到老友，一把抓住你的手，小手柔软的触感传来，你也有些愣神。这人居然认识自家老祖，脑海中想起林书颖的心声。这云想长真不要脸。此时林书颖也在场域内修行，距离虽远，但对他这个重生者来说，这点距离看得清清楚楚，甚至看2人的嘴型就知道是说了什么。怎么陈军被人牵着手，我会感觉有点不爽呢？哎呀，这怎么回事？不行不行，我是未来女帝，不可能和一个普通天才在一起的。听着未婚妻的心声，你心中有些好笑。这说是个重生者，实际上心理年龄也就是个小孩。眼前云想长忽闪着大眼，陈修前辈对我足有恩，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恩人的后代呢。西西真好。他边说着拿出一块玉佩，哥哥，这是我的玉佩，以后来中州记得到云家找我。你茫然接过来点了点头，但这少女叽叽喳喳像个话痨，让你略有些头疼。本来你准备在70公里的位置适应几天再走，但被这少女吵得没办法，只好继续前行。就在这时，你的身
身影走到这一步，已经引起了轰动。100年以来没人突破70公里了。实际上，如果不是前一段时间云想长来了，已经500年都没人突破那里。许多人瞪大了眼睛，满眼的不敢置信。这么年轻，肉身怎么可能修行到这种地步？就连秦泉郡的郡国王此时都降临了这里，他是整个秦泉郡的最高权力者，人王境界的恐怖强者。此刻他眼神中眸光流转，看着你的身影，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达到最终心。如果能拿出体圣的传承，我甚至可以将女儿许配给他。那样的传承是皇朝皇帝都眼红的东西。如果能在自己的任期出世，皇朝必然会给予丰厚的奖励。不只是郡国王，东周相近的许多宗门和世家也都连夜赶来，想要将你收入门下。可惜是陈家的人，虽然没希望将你招入门中，但他们一个个都没走，准备想要看看你究竟能达到哪一步。此刻你每前进一步都感觉无比困难。你回头看了看，就几百米的距离，自己竟然走了接近1刻钟。你甚至隐隐感觉前方的场域有固态化的趋势，根本无法前行。大口呼吸着，你体内的杂质已经完全排除，我已经4境圆满达到极限了。如果这样都走不到中心，那怎么才能到超脱极限不成？内心中确立了这个想法之后，你咬了咬牙，开始奋力奔行，隆隆震荡着，躯体前进。81公里，你的皮肤开始破碎，有红色的液体渗出。82公里，身躯外表已经完全爆裂，红雾在身躯周边萦绕。83公里，你的骨架出现了轻微的裂痕。84公里，手骨折断，头骨出现裂纹，腿骨也有了断痕。啊，两世为人的你哪里承受过这种痛苦，只能小声的嘶吼着。88公里，你周身骨架都出现了断痕，还能往前是靠着灵力凝聚维持骨架的完好，但这样的消耗太惊人，你坚持不了多久。89公里，你双眼模糊，看着眼前，整个人意识都要模糊了。你周身血肉、经络、骨架全都破损不堪，现在这个身体状态，拿出去说是陨落了都有人信。你一点一点艰难的往前，但这最后的1公里仿佛远在天边。就在此时，身后70公里处的云想长看着你的身影歪了歪脑袋，他好像很想再向前一点，那我帮他吧。嘻嘻，他手中结印，一种莫名的力量流转，和场域的波动极其相似。他娇小的身躯出现丝丝颤抖，看着前方那个身影，手中印记向前一推。这一刻，场域的波动居然出现了一丝凝滞，你只感觉一股莫名气息涌来，将你狠狠向前甩去。你回头一看，自然明白这是云想长的手段。你心想，这人的悟性居然如此可怕，短短3个月就能有这样的手段，岂不是跟我差不多了？就这样，你整个人被推着向前，连忙打开脑海内的系统面板，地图上最边缘出现了一个名字：体圣。周边场域的压迫已经让你整个人只能趴在地上，做不了任何动作。你连忙在脑海中点击，生怕一个不小心离开了这范围。紧接着，天地碎片再次疯狂涌来，在你面前汇聚，一个虚淡的人影缓缓成型。那是个看上去瘦削无比的中年人，面容瞧瞧。他略有些恍惚，但转瞬间反应了过来，看向你时面露震惊。这是什么样的手段？地术？不，地术也做不到重聚自己的残念，让自己拥有短暂的灵智，这太恐怖了。你立刻开口道：“希望前辈能救晚辈一命。”我体圣皱眉，残念而已，没有任何力量，我如何救你？你又遇到了何事？你满脸悲愤。晚辈修行那个杀千刀的隐阳宗法门，导致下身接近半废，只能寄希望于前辈的肉身功法恢复。体圣眼眸中光华闪动，看向你，有点意思，将你修行功法讲给我听。隐阳第一重，天地阳气生时，你便将法门念诵出来。念着念着，体圣笑了起来，这是什么人所创？恐怕是在我的场域内有所领悟，但领悟偏失了的人。这功法明显脱胎于我的功法，但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你一愣，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秘辛。我可以给你我的法门，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体圣缓缓开口，前辈请讲。我被明教的小人算计，陨落在此地，等你成圣后，将我的尸体从明教带回来。我不愿死后尸体被他们操作。明教你没听说过，但这点是肯定答应下来。成圣还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情了，先把小兄弟治好了再说罢了。你且听好了我的法门。他边说着身躯一震，这是肉身的真正秘密。浮现在你眼前的是密密麻麻的星点，一个人体望过去居然完全占据，这一眼看过去，仿佛看到了一个世界。人体有大秘密，肉身也是一个小世界，你可见到了世界的样貌。你缓缓点头，在体圣的身躯中仿佛看到了一个世界。不错，体圣看上去很欣慰。肉身进贡5重天，4境如何归一？肉、骨、血、精，共有365处共鸣节点，点亮周身这365处节点，才叫真正的肉身极限。边说着，体圣开始演化，每一丝动作都无比缓慢。你眼睛瞪得大大的，丝毫也不错过。看清了吗？最重要的一处在下身，是所有阴阳交汇点。你说的那个隐阳派法门缺失了这一部分，洗炼方式也很简陋，导致了整个法门面目全非。原来如此，你恍然大悟，多谢体圣前辈。你心想，小兄弟得救了，差点喜极而泣。幸亏这法门脱胎于体圣的功法，你不需要重修，只需要补充完满就可以了。从明教将我的尸体带回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再给你一点东西。体圣感应着意识即将飘散，此时的你倒是没想过，居然还有意外之喜。我最成名的东西，一是肉身的修行法门，二是体术。体圣将身体研究到了极境，创造了自己的一整套灵术体系。听到体圣的话，你先是一怔，接着心头火热。家族最高层次的灵术是顶尖王术，而体圣这法门显然是皇术之上的圣术，学会了之后肯定同阶无敌，算是不给穿越者丢脸。你一边想着，一边躬身道：“多谢前辈。”体圣淡淡的笑了笑，画壁光华一闪，他竟然将自己最后的这点念头凝成了一点，落入你的手中。明教是大，有把握了再去。人影彻底消散在天地间，而拿到了肉身法门的你，艰难的挪动着向后，很快爬出了90公里的范围，并急速不断向后，在70公里处停了下来。此时你周身伤痕累累，看上去奄奄一息。你从怀里掏出一颗回元丹，塞进嘴里，看向云想长，真诚道谢：“多谢，嘻嘻，哥哥要谢我的话，不如就以身相许吧。”云想长忽闪着大眼，看起来很认真。你懵逼了，猫腻，绝对有猫腻。林疏影的心声再次响起：“臭女人，不要脸，怎么样？
哥哥考虑一下。云想长忽闪着大眼凑到了你跟前，整个人几乎要贴了上来。哼，我倒要看看这陈军什么反应。哎，不对啊，我干嘛要看他反应？他爱怎样怎样。算了算了，看看，我就是好奇。但你对此毫无反应，只是干笑了2声，任凭少女绕着你转来转去，你都不为所动，没有着急离开，而是直接默默修行了起来。你默默诵读，刚一流转功法，瞬间就忍不住痛哭出声。这法门霸道无比，四境合一竟然是直接撕裂血肉、骨架、经络，然后揉炼在一起，那种直入骨髓的剧痛下，一般人别说修炼，就连动一个念头都无比困难。再来，你默默咬牙，继续开始流转，你强忍着惊人的痛楚，不断尝试，而第一次的流转就花了你足足2个时辰才运转完1个周天。位于头颅天桥处的第一个四境共鸣节点点亮，1365，我的脑袋好像感应到了什么，你默默体悟着。头顶天桥处，你仿佛对每一根毛发、每一丝空气流动都有了感应，你瞬间恍然大悟，四境合一这一处节点，你对头顶天桥已经完全掌控。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开始了昼夜不眠的苦修。修行中的你之所以没出来，是因为林书颖的心声。秦泉郡的郡国王后来追随意图谋反的平王被诛九族了，你心想，可不能和这种人有丝毫关联，万一被他收入门下，自己可就进了他九族的范围了。你默默盘膝而坐，在70公里的位置继续修炼。时间流转，人群越等越急，郡国王也缓缓开口，心中震惊，此子道心非凡，日后注定是一方人物。而场域内的你假装毫不知情，继续苦修。2365、3365、18365，当手臂上的18个节点全部点亮，你发现自己可以将手臂抬起的控制精确到0.000001度，这是入微级别的提升。当周身完满，365处节点会共鸣，身躯一直处于共鸣强化中，每时每刻我的身体都将继续不断变强。你深感体圣这法门的恐怖，同时你也发现郡国王很有耐心，怎么还不走？不得不说，你有点急了。你只好默默闭着眼，假装依然没发现郡国王在等你。转眼一晃又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你什么都没干，就一直日夜苦修173365，而郡国王依然没走。场域外，很多人已经实在等不了了，你继续着修行，转眼间又是1个半月一晃，354365，这一刻来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关键部位足足有11个节点，你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最佳，小心翼翼的流转功法，手中的丹药已经捏好，这里不容有分毫差错。念头一起，随着深入骨髓的痛苦涌来，你一声惨嚎，被撕裂的痛苦简直让人崩溃。不行，这时候不完成修复就真的废了。你强打精神，咬着牙，咯咯作响之中几乎将牙齿都咬碎了。一身冷汗下，你完成了第1个节点的点亮，足足耗费了1周时间，你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处。而随着最后一处节点将要点亮，你发现了，怎么感觉要脱胎换骨了？你明显感觉一股力量汹涌澎湃，周身隆隆震荡，所有力量在关键的交汇点聚集，一种澎湃的感受奔涌。这一刻不蜕变的话，你不足以容纳这样汹涌的力量。紧接着，一股新生的力量贯穿全身，你仿佛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生。耗费了数个月，这成果让你很满意。另外还有让人满意的是，郡国王终于等不了走人了。修行了足足3个月，你第一次起身，周身震荡。这一刻，你仿佛感觉自己融入了场域中，与场域的波动完全一致了。你看向中心，现在很确定自己能轻松走到那里。当然，你没去，你起身走出了场域范围。林书颖此时也缓缓走来，郡国王之前一直在等你，3日前刚走。郡国王，你假装惊讶，似乎毫不知情。对于周边的议论和叹息，你只是笑笑，接过一个侍卫递来的学宫邀请帖牌，看也没看就转身离开。林书颖跟在身后，你要去哪？我要去闯祸。你摸了摸下巴，闯祸，没错，闯祸。你周身一震，金色光华一闪而没，你悟透了体圣法门。林书颖难以置信，没有，但是也效果非凡了。你心想，现在对林书颖还不能完全放心，体圣的法门太珍贵了，因此撒了个谎。不过这和你闯祸有什么关系？你不觉得我现在同阶无敌了吗？你站住身，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姿态。无敌终究还是个少年。听着未婚妻的心声，你一股不服的劲上来了。我还不信了，我就做不到无敌。你接着开口，我以前每一次闯祸回到家，父母都会打我一顿，然后呢，他们打我历来是将自己压制到和我同境界打，但我每次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最严重的一次，我足足7天没能下床。林书颖忍不住笑了起来。所以呢，你笑了，现在我同境界无敌了，我觉得是时候再闯一次祸，然后给父母一点惊喜了。这次你们打得过我吗？呵，林书颖，两人上了辇车，往东海郡方向一路奔行。小兄弟得到修复并获得新生，你心情很不错。一边闲谈，你一边在脑海里看着地图，让这匹宝骏到处瞎溜达，重聚了不少残念，得到了几处宝藏埋藏点。这之中，林书颖的心声偶尔响起，他似乎在等什么。算算时间，快到了，得让陈军驾车往沙漠那边去。此时，东海郡与秦泉郡的交界处，一片荒漠之中，2个纤瘦的身影急速逃窜，周身带伤，狼狈不堪，艰难的又奔行了几公里。一个沙坑中，2人终于走不动了，瘫坐在其中等死。身后气息越来越近，不能犹豫了。其中一人手中灵力流转，刚准备做什么，他突然一愣，抬头，一架华贵的辇车隆隆而来。2人只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高喊：“求前辈救我们一命！”辇车隆隆，在2人绝望的眼神中，竟然真的停了。遇到了，可惜早了一点。你将车停下，当然也感应到了远远有一队人马急速赶来，但你就这么默默站在原地，没有准备逃。很快，一队人马骑着骏马赶到，手中持长枪，盔甲凛冽，领头的一人皱眉看向你，不知阁下高姓大名？东海郡州府。周明，你傲然说道，一副纨绔子弟的形象。周明就是前段时间被你痛打了一顿的州府2少爷，你以前就经常拿着他的名号行事，侍卫模样的人一看你这副样子，气不打一处来。阁下与他们相识不认识？领头的一阵气急，
不认识你逞什么能？但他看着你的宝骏和辇车，知道你来头不小，只好压着火气道：这是我们平王府和他们之间的私事，阁下最好不要插手。你笑了，那我偏偏就要插手了。阁下可知道得罪我们意味着什么？你面色一冷，摆出被威胁了的纨绔子弟该有的形象。我周明天不怕地不怕，你能拿我如何？你叫嚣着敞开胸膛，轻轻扬起高傲的头颅，斜睨着眼前这一队人。领头人眼眸中闪过一丝狠色，真是个傻子纨绔，连最基本的战斗经验都没有，就这么大摇大摆露出空门来，这不是找死吗？此刻的你在他眼中太有诱惑力了，这样的傻子不解决掉都对不起自己。他眼中光华一闪，手中长枪消失，一柄短刃不知何时被握在手里，接着紫色光华一闪，他重重的向前一踏，整个人激射直冲你而去，短刃一扬，尖锐的音爆声中直接划开了空间，要将你身躯洞穿。脱胎镜，你轻咦了一声，你心想这个世界就是这点不好，一言不合就要取人性命，我光说要插手此事，还没说怎么样呢，你就动手了，万一我说我跟你一块对付那俩女的呢？真是沉不住气。一边想着，你周身一晃，璀璨光华涌现，对着短刃便是一拳轰出。按理说脱胎镜是生命层次的跨越，一般元身境的修士根本无法对抗，但你肉身无瑕，远胜旁人，你现在的战力不能用常识判断，而且你还有圣术，圣术的威力是超凡灵术的16倍，哪怕差了一个大境界，也足够弥补了。这一拳轰出，你脑海中涌现出体圣的法门，虽然因为肉身的细微差别，这体术有一丝不适合你，需要自己推演完善，但就算如此，这一拳依然恐怖。拳头还没碰撞，交错的拳影就直接将短刃轰然破碎。领头人只感觉拳影璀璨耀眼，庞然巨力涌动之下根本无法抗衡，瞬间整个人被罡风抛飞。这一拳撞在身躯上，他直接倒飞出去，受了重创。然而诡异的是，他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果然是纨绔子弟，战斗经验少得可怜。他挣扎着从地上站起身来，感受着体内的伤势，心中既愤恨又畅快。这小子太傻了。他笑着艰难地抬起手来，指着你看看你的拳头，刚才短刃的锋影划过，在你的拳头上留下了一道极浅的划痕，有点点嫣红的痕迹洒落。我这短刃涂抹了七毒七绝散，你死定了。他看向你，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听到这话，那两个疲于奔命的女修士只感觉一股绝望涌上心头，本以为得救了，结果这个少年是个愣头青，连这点战斗经验都没有，自己二人还是难逃一死。你怎么能这么蠢？两人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昏死了过去。而听到对面的话，你愣了一下，你说的是奇毒啊？你念头一动，周身一凝，那丝侵入你身躯的所谓奇毒，一缕淡淡的紫气就这样被凝练了出来。你掌握了体圣的法门，对身体有完全的掌控力，就这点毒素想藏到哪去，哪怕渗入骨缝里，你都能给他轻松逼出来。对面领头人的眼睛瞪得极大，看着这一幕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什么怪物？凭什么？为什么？行了，安心去吧。你心想，你刚才没下死手的话，我也就饶你一命了，但是现在就对不起了，我只是说一句话，你就想取我性命，那我凭什么不能反击呢？话音刚落，又是一拳，一拳遮天蔽日，一拳天地失色。面对这一拳，哪怕这个领头人是脱胎镜，也根本没有丝毫抵抗的可能。他绝望无比，只能拼死一搏。合阵之法催动，恐怖的力量直冲云霄，狠狠斩落。噗的一声轻响，巨剑虚影被一拳破碎，接着余波横扫，眼前众人尽皆殒命。你并没有心理负担，因为按照正常历史发展，这些人都会被牵连九族，他们可是平王的手下，虽然只是支脉，但依然逃不脱命运。我现在解决了你们，等于救了你们的亲人，你们得谢谢我。你心想，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一片寂静，你望向沙坑中昏死过去的两个女修士，是什么东西让林淑颖想要拿到手？你很好奇，看着眼前昏死的两人，林淑颖也陷入了思索。她很想拿到那东西，可是这两人还没死，那东西也就不是无主之物，真令人为难。我一个未来女帝要当小偷，不行不行，这可怎么办？她皱着眉头，很想让你帮她当这个小偷。忽然，她转念一想，不对，我这是为了让历史按照它该发生的继续下去。没错，按照正常的历史轨迹，这东西也不在这二人身上。我这是为了修正历史，对，为了历史的发展，我得拿。一边想着，林淑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她看了看两个昏死的女修士，接着从其中一个身上找出圆球，满意地点了点头，走。看着地上昏死的两个女修士，望着他们狼狈的模样，你思索了一会，给他们设了个小遮掩阵法，防止二人遭遇不测。做完这些，你才驱车离开。半个时辰后，躺在沙漠中的两个女修士悠悠转醒，还活着，我居然还活着。两人互相看着彼此，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接着其中一人忽然反应过来，摸了摸自己的全身上下，糟了，东西丢了。另一人皱眉思索，自己二人没死，那显然是平王府那队人死了。这么说来，一定是那个少年拿走的东西。那个少年叫什么来着？东海郡州府周明。另一边，你和林淑颖早已远去。辇车上，你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圆形小球，能让重生者偷的东西，当然不一般，但你一点都看不出来怎么不一般。这是什么？这东西叫做腕。林淑颖放在手中抹撒，面带一丝怀念。我从古籍上见过。你心想，你就编吧，反正也瞒不过我。这东西有什么用？腕，包罗万象的腕，传说中它内蕴一切。你笑了，内蕴一切，就这么个破东西，也敢号称内蕴一切？没错。林淑颖看上去很认真。据说这是天地世间所有信息的集合，天地间的任何事都被包罗其中。你顿时来了兴致，任何事里面有地术，有至宝，有神兵，有绝世仙子，或者说有他们的踪迹。听到这个回答，你愣了，你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林淑颖撒谎。然而紧接着你就听见了她的心声，前世我的准地传承就是从这里拿到的，不然我可能也只是个普通的天才罢了。你皱起眉头，真的懵了，这玩意超出了你的知识范畴，真有的话怎么得到？观看即可，从这腕中悟到了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不过按照典籍记载，任何人一生只能观悟一次。林淑颖接着说道，有人看到过地术，有人看到过绝世之阵，有人看过上古丹方，当然绝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一些无用的信息罢了。不知道我重生一次是否还能再看到什么？前世看到了准地的传承，
这一世呢，你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你先试试。林书颖对你没什么防备，这么多天的相处，他知道你的心性，不会害自己。于是他盘膝而坐，将圆形小球放在眼前，调整状态，一缕神念探出，没入了小球中，嗡嗡震荡之声浮现，小球散发出丝丝波动。闭目中的林书颖感觉神念被拉扯着划过了万古时空，掠过了一幕幕模糊却气息澎湃的画面。他明白，那些都是绝世传承。这一次会看到什么？念头刚起，神念猛然停下，他看向眼前，视线清晰了起来。一个人背对着我，身影瘦削，却身姿修长，那种博大的气息让人震撼。接着，人影缓缓转身，林书颖愣了，怎么会？陈军，我是在做梦吗？神念猛然被拉回，他一声闷哼醒了过来。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看到陈军？难道是日有所思？不对啊，我没思吧？没思，那这是怎么回事？他多少有点失落，但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我已经有准地传承，该满足了。边想着，他又在脑海里回放了一下刚才的画面，那个人影气质确实出众，他忍不住想再看看。咦，不对，好像有收获。他的身躯上有自然显化的符文，好像很非凡。对面的你也在思索，林书颖居然看到的是自己，这让你很惊讶。我不会看到林书颖吧？那可真就没意思。边想着，你也不啰嗦，学着他的样子，一缕神念探入那圆形小球，嗡嗡震荡声再次浮现。瞬间，你进入了一个庞大到无法想象的世界，眼前是一片阴森漆黑，空气中飘荡着森然，边上是白骨累累，透露着幽暗的光。你感觉头皮有点发麻，紧接着你听到了恶鬼嘶鸣，然后是密密麻麻的痛苦嘶吼，整个世界完全暗了下来。你茫然四顾，发现在天边的漆黑如墨中有几行深度不太相同的字，一本经。紧接着，一种直入脑髓的剧痛涌来，一瞬间你感觉自己的意识要被撕裂了。在画面的最后，你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猛然间你醒了过来，体内一阵翻涌，哇的一口，嘴角涌出嫣红，落在圆形小球上，小球发出滋滋的响声，那嫣红的液体竟被吞噬，小球再次恢复了古朴的模样。你在脑海中思索，很快就明白了，经文层次太高，我要是强行接受，意识会崩溃，这是身体的自我保护。现在经文被掩藏在了记忆最深处，要等境界足够才能得到这本经文了。最后那个人影又是谁？我为什么会见到这画面呢？你皱着眉头，于是你开口问林书颖，在这里面见到的画面会有什么规律吗？规律就比如说见到的都是和自己相关的。不清楚。林书颖摇头，你看到了什么？你心想，逗逗你吧，我看到了你，真的假的？难不成我和他真的有什么非凡因果？我看到了他，他居然也看到了我。这一刻，林书颖产生了一种缘分如此奇妙的感觉，我该不该告诉他我看到的是他？很可能是未来的他。哎呀，算了算了，那点少女娇羞涌上心头，真的是啊，看到你未来画面一闪，然后就没了，那太可惜了，你没能得到什么绝世传承。你心想，我那本经文可比你的所谓准地传承厉害多了，不然身体不会有那么大的应激反应。于是你回答，不可惜。这三个字听在林书颖的耳朵里，意义非凡。什么？陈军的意思是我比绝世传承还珍贵？一瞬间，他感觉心绪荡漾。你一愣，哎，你可真别自恋，我说的可不是你。当然，这句话你没说出来，这少年还蛮会说情话得嘛。林书颖前世沉醉修行，在这方面和小女孩无异，此刻感觉脸有些红了。他瞥了你一眼，对你的好感又增加了一些，而你则正襟危坐，驱车继续赶路，一边问，这万只能用一次，咱们为什么还要拿？有别的作用？什么？照镜子？哎呀，以后告诉你，现在又用不了。在没什么心事之后，你一路向东海郡都城跑去，辇车横冲直撞，在东海城里将广场中央的石碑直接撞断，轰然断裂声中，程卫满脸怒气准备收拾这个莽撞的人，然而看到马车上下来的人，他又是一愣，陈少爷，哎呀，不好意思，张大哥，你找我父母要钱修吧。你懊恼地拍着脑袋。张荣摇头叹气，这陈军怎么就改不了这身纨绔气？他们都听说了你在体圣场域破纪录的消息，本以为你改姓了，结果还是老样子，天赋再好又怎么样？你一边说着再次上马，辇车飞驰，又撞了几栋古建筑。张大哥，找我爸妈要钱，一点都别客气。你的声音遥遥传来，开始了一场闯祸之旅。之前想干不能干的，这一次你通通都给干了，就按照爸妈怎么生气怎么来。一路疾驰回了家，你看了看陈府上下，这老树不准碰，我眼馋这上面的果子好久了，今天非摘了不行。后山这仓库不让进，今天我就去瞧瞧，祖爷爷头上就剩一根毛了。父亲一直告诫我，这是祖爷爷身为男人最后的倔强，今天就去拔了它。一路下来，你感觉嗨翻了。以前怕爸妈的男女混合双打，这次呵呵，就这么折腾了半天。当你把能闯的祸都闯完了，才大摇大摆地走到父母房间门前，推开门，你趾高气昂地站定，大喊一声：“爸妈，我闯祸了！”陈父正在看书，陡然听到你的大喊，先是一惊，接着面色一喜：“儿子回来了！我和你妈都听说了，你居然在体圣的场域走到了90公里，不愧是我儿子，不错，这个记录破了，很给我们陈家长脸。”陈母也面容温婉地走出来，大长老去和郡国王谈过，准备给你保送学宫核心的身份。儿子，你有这样的天赋，以后可一定。你无奈又重复了一遍：“我闯祸了。”哦，闯祸啊，没事没事。陈父心想，闯点祸和儿子的不识天赋比，算得了什么？没事，我把东海城主广场的雕像撞塌了，没事，小钱而已。你撕了口气，以往这就该开始挨打了。我路遇不平，把朱家13少教训了一顿。没事，咱们本来就和朱家只是表面和气，我把家族里那棵老树的果子摘了。陈父感觉心在滴血，那是他养了300年准备泡酒的，眼看就要成熟了。他咬了咬牙，没事，为父戒酒了。你愣了，这都没事。还有祖爷爷头上那根头发，我趁他睡着给他摘下来了。陈父一惊，他不知道是谁干的吧？知道啊，我特意留下了姓名。我陈军做事向来光明磊落的。陈父心一沉，摸了摸自己刚消肿没多久的脸，那可是祖爷爷最后的倔强，就这么被你拔了。自己的脸这次要肿多久？他咬了咬牙，算了，没事，你猛了，这都没事。
哦，对了，我去你一直不让去的那个仓库来着。陈母一愣，什么仓库？就后山那个啊。陈父面容平淡，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准去了？你可别乱说话。我说怎么禁制开了？原来是我误会了。你仿佛恍然大悟，实际上禁制是你依靠强大的悟性生生破解的。而听到这话，陈府脑海中划过一丝不好的预感，那些陈年旧事不会被翻出来了吧？你进去了？是啊，我还看到里面王阿姨的。话还没说完，陈父的冲霄气息澎湃流转，他猛地转身看向陈母，这小子闯了这么多祸，我看是皮又痒痒了。陈母皱着眉头，虽然感觉有点问题，但听了你刚才说的那一堆，确实也该教训教训。于是他流露出冷漠的表情，一瞬间仿佛尊贵无比，居高临下的望着你。来了，你轻呼一口气，不枉我闯了这么多祸，终于来了。你站定，满怀期待的做出一个请的手势。来吧，爸妈，别客气。这一刻，你信心满满，周身力量汹涌澎湃。陈父陈母都有些诧异，儿子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能耐了吧？两人相视一眼，接着陈父脚下一动，手中的鸡毛掸子横击而去。这件鸡毛掸子是陈父特意打造的中阶灵器，此刻灵力充盈，一击扫来，威势仿佛要将你掀飞。陈父仿佛已经听见了你的惨叫，然而金铁交鸣之声炸响，这一击仿佛扫在了铁板上。陈父想要用力，竟发现在无法寸进。看来你在体圣场域还真得到了不小的收获。陈父轻咦一声，接着手上的鸡毛掸子一转，这一刻，鸡毛掸子仿佛变成一柄剑，直直刺来。这是陈府最高层次的灵术之一，王术、名扬剑术。鸡毛掸子发出烈日般的光华，直刺而来。面对这一击，你依然平淡无比，看着剑影，伸出拳头，普通一拳，汹涌的力量疯狂震颤。这一拳轰出，陈父不禁瞳孔一缩，儿子什么时候这么强了？他强提一口气，灵术一转，剑影被破碎的同时，一层蒙蒙轻甲浮现在身前，轰然相撞，房屋震颤。陈父只感觉巨力涌来，连退数步才堪堪稳住身形。陈母同样一愣，口中一个字符出现，横压而下，这是音效类神通，口吐符文。一股尖锐无比的声响在你脑海中炸响，你动作不经一致，缺了门高层次的防御神通，你心中有点气恼。但这短短的几微秒，在真正的生死之战中足以致命，可眼前又不是。你脑袋一晃，从音效中抽离，眼前一个鸡毛掸子急速放大，劈头盖脸而来。你轻吐一口浊气，出拳，认真一拳，拳影遮天蔽日，仿佛横压整个空间。面对这一拳，无所遁逃，你昂首挺胸，胜负没有悬念。这样恐怖的胜数，老爹怎么挡？我陈军从此站起来了。一股剧痛突然从脑门传来，这一闷棍下去，你整个人瞬间意识变得恍惚。怎么回事？你强行扭头看着父亲慈祥的脸，不可能啊！我这认真一拳威能无穷。紧接着你就反应过来，父亲身上这股气息也太强了，这哪里是元神境的气息，这是大贤境。你耍赖，说好了的同境界，你一下子恢复大贤境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你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大贤境的一击，你没当场殒命已经是运气好了。陈父看着倒地的你，又补了两脚，以后不能和他同境界教训他了，有点可惜。陈母颔首，眼眸中是深深的震惊。我儿有大帝之资，得给他找个严厉的师傅好好管教。当你从昏迷中醒来，已经是3天后的事情了。你从床上茫然起身，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接着发现自己全身都缠了绷带，哪哪都疼。一边叹着气，身材夸张的侍女端着汤药走了进来。少爷你醒了。小文，我昏迷了多久？整整3天。我爹可真狠。你摸了摸脑门，还是感觉疼得厉害。老爷说少爷你醒了之后去找他，找他干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侍女蹙着眉头，好像是关于魔门的事情。这几日听他们说意外发现了魔门圣子的踪迹，咱们郡国附近的杰出年轻一代都去追剿了，正道自诩不以大欺小，因此这次哪怕发现是魔门圣子，也都是派年轻一代去，没有老一辈出手。你一愣，关我啥事？侍女犹豫了片刻，老爷说你整天不学无术，只给家里闯祸，现在年轻一代没人服您，以后没办法服众，这次去剿灭魔门妖孽，算是给家族立功，铲除魔门妖孽，上报东周周王是有奖励的。你摆摆手，不去，服不服的关我啥事？老爷说您要是不去，就让您再躺3天。去！你一个机灵，鲤鱼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此时的舟山、魔门一众人看上去狼狈无比的在四处逃窜，然而眼眸中却都带着兴奋的光芒。少主，东周巨擘3代弟子中的妖孽几乎都到齐了。魔子神色平淡，很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少主放心，一个都别想逃，那个地方别的玄奥没有，困住他们太容易了。好，魔子点头，我故意示弱这么久，就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此事万万不能出错。所有参与追剿的东周巨擘门人弟子都以为魔子手段已尽，哪里知道那不过是有意藏拙，这是要引军入瓮，不给他们逃走的机会。魔子边想着不禁冷笑。几日之后，东周巨擘的3代弟子就要出现断层了。他有强烈的自信，以一战百甚至战千都丝毫不惧，那帮废物也能称为妖孽，在自己面前不堪一击。什么青阳宗、明剑门、陈家、周家，统统都是废物。之前不过是怕他们逃走，才有意示弱罢了。东周巨擘当真名不副实，年轻一代如此废物，应当被淘汰，成为历史尘埃了。唯一可惜的是，吸引的人还是太少了。圣教永兴周边的魔门弟子齐齐高呼，憋屈了这么久，假装不知溃逃，被那帮蠢材追击，很快终于能扬眉吐气了。